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中国烽火连天，现在在中国大陆15个省、79个高校，也就是79个大学，竟然开始串联，而且他们现在喊的口号是什么？喊的口号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不要独裁，要民主，不要领袖，要选票。连日本的媒体都大幅报道说，北京、上海主要的城市习退阵，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你下台的这种抗议已经整个爆发开来，就等于说这个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一个重视。而在整个重庆发生了一个更不可令人思议的事情，是有一个叫做超人哥的，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直接的指控习近平，要习近平下台，直接的指控中国共产党。结果当公安去抓他的时候，他居然在当地老百姓的协助之下，你看到都已经抓了，都已经勒了脖子哦。当地老百姓的整个所有的支持之下，他居然全身而退。这个超人哥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可是这样的一把火已经烧遍了整个中国大陆。好，在这段里面，资深媒体人王瑞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你好，大家好。好，我们要看到现在在中国这个超人哥的影片已经传遍了。传遍了以后，大家没想到，在中国在这个时间，居然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胆识，讲这样的话：不自由，无宁死；不自由，无宁死。这个牌贵不贵？贵。这个病到我身上，我保证7天治好。请把这些视频留清楚。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他们只能错下去。好，刚才讲了，这个号称超人哥的，他喊出了不自由无宁死。对，他喊出这个口号之后，没有想到他已经变成了刚刚讲的，全中国已经有15个省、79个大学串联起来，他们的共同口号除了习近平下台之外，就是这个不自由无宁死。而且最特别的是，公安已经要抓住他了，公安已经要逮捕他了，他居然在当地老百姓的协助下跑了。而且这个超人哥会不会就像破窗理论中间的一个破窗？破窗开始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可能会慢慢的守不住的一个状况。你可以看，现在全中国大陆大家都要抗议的声浪里面都要说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越来越敢喊。因为我喊了之后我没有事。超人哥原本在喊的时候，他喊了，公安真的把他抓走。对，但是呢，后来他说民众救救我，民众救救，就民众把他救回来之后，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有群众在的时候，我就敢喊，之后，群众就是我最大的保护伞。所以你那些群众跑去跟公安拉扯，对，那个群众居然弄成围墙，对，让他全身而退。对，所以你看现在喊的越来越激烈，习近平下来，共产党为什么这些口号赶出来？因为他们看到超人哥没事，所以呢，现在整个外媒都全部在关心。你看北京、上海，中国主要城市来说，要求习近平下台的这个游行在爆发的状态，这是日本媒体的报道。另外，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就是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有在民间在抗议的这个省份，已经几乎涵盖了整个东半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情势的确是有慢慢在往上延烧的这个过程。好，对，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在重庆的超人哥，对，看起来跟我们这样的一般的路人甲乙丙没有什么差别，对，可是他现在喊起来很有气魄哦。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它不叫不自由跟穷，他特别讲说，你们买萝卜多少钱？对，萝卜一个大妈就在旁边，2块钱、3块钱，他现在要卖到16块。对，他说你这样子搞下去，老百姓怎么受得了？对，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的抗争，其实很少有人单一个人出来在那边讲这么多话，而且你看他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范措施哦，他让你知道我是谁。他讲什么？他直接讲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做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还为了一个小感冒在折腾。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他们只能错下去。就他讲完之后，大家们哇，你讲的对啊，不自由无宁死，都喊出来了，就这样，警方就来了，因为你这样不对，所以警方马上就用暴力把你抓走，那强行哦，你看。勒着他的脖子，然后把他带走，然后这样走，他这边喊：“帮我一下，各位帮我一下，各位帮我一下。”其实我刚刚那个我有在困惑，他是公安还是武警？如果是武警就更可怕了。当然是武警，他就直接来，你看他都有全身的这个装备，就直接把你拉走，拉走，他那边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就没想到大家群众都来了，群众来了之后呢，就成功的就把他从警察把他抓走，他救走了，他救走之后，你看救走之后，你看他的声望，他的。接受到民众是欢呼鼓掌哦，你被救出来，大家很开心啊。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你看，他就这样走了，对，就走。你看，还有举手举胜利，那周边人都说哦很开心。宝姐，我就想，
这是一个破窗。现在很多人开始在学习，开始在模仿，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破口。而且大家讲说，为什么它可以有渲染力？因为它讲出所有老百姓的心声。对，当然，第一个是，物价飞腾，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第二个，我不自由。第三个讲嘛，现在这个核酸居然要我们自己负责，对，而且叫我们自己付钱，它还数倍于市价的价格。而且为什么现在中国民众会抗议？第一个，因为在这个11月24号发生在新疆这一把大火，现在很多中国民众都担心，我可能也会被烧死。我是下一个。如果我是的话，我也会被烧死。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其实呢，这个火从9月多，这个贵州的巴士翻覆，一直在中国慢慢的烧起来，烧到最后呢，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民众突然受不了？第一个很简单，因为物价飞涨。那因为风控的关系，产地的这个物价跟现在消费者拿到的物价差太多的一个状况，他们完全活不下去，经济也非常的糟糕，所以现在全部大家都完全出来，因为风控的关系，造成民众太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刚刚讲在乌鲁木齐的那场大火，他还想要掩盖事实。一开始讲说没有任何伤亡，跟大家讲怎么可能这么大的火，你们还住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伤亡？他说慢慢就10个，可是越来越多资料，有值班医师出来讲，有殡仪馆的人出来讲，这里面至少有44条生命，而且很多都是非常小孩子的生命。对，就这样子没了。对，也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不承认是风控的原因，你就说是因为民众自己的防灾意识很差，那他还掩盖事实，说只有10个人死。但是目前为止，大家都说至少44个人，算尸体就是这么多。所以现在等于是你也说不拢，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塔西佗心理，大家已经完全不相信政府在讲什么。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状况里面来说，尤其是现在爆发在上海这个地方。上海地方乌鲁木齐路，抱歉，传言说现在在此时的时候，人又开始聚集了。你明明就已经走了，他不是把乌鲁木齐路的路牌给拆掉了？是的，他已经在乌鲁木齐做了很多的路障，我去区隔人了。对，还回来了。他们就是来了之后呢，然后你如果把他驱赶之后，他又离开之后他又来，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乌鲁木齐中路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在喊新疆解封啦，然后要自由啦，喊习近平下台。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你对上海熟的话，乌鲁木齐中路那个地方有非常多很时髦的店，所以晚上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你知道来抗议的人都是谁吗？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穿得很时髦，打扮得很好，他照样来这个地方抗议。上海的年轻人，所以显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渲染力是相当多。好，那不是只有他们讲这里面都是20到30岁，都是穿着非常时髦漂亮的人。所以你看这些年轻人，他也上街跟你抗议，他们应该在享乐的时候不是这样。另外一个你知道，还包括很多地方，武汉这个地方被他拍到一个画面是说我们讲现在不是白纸革命吗？对，现在很多人整条路上面，他们整条路拿着白纸，你看大家都不说一句话。他们全部就拿了白纸这样，那你警方能怎么做？像我现在这样一个动作，我也不讲话，我就这样子静静的站在路口。对，你警方能怎么处理？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也没办法去驱赶他们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北京的四通桥下面，我们知道四通桥之前曾经有这个标题出现的，对，他们现在也聚集在这个地方，还有在亮马桥，这是现在四通桥下面也聚满了人了，而且他们也拿了白纸。亮马这个地方，亮马桥这个地方，在大使馆区这个地方，他们也开始，而且他们还喊了什么，很讽刺哦，不要驱赶我，我要做核酸，我要做核酸。所以你看，是目前为止，现在整个画面，你看，包安徽啦、天津啦、北京西山啦、云南大理啦、甘肃的这个兰州各地，完全都爆发所谓大规模的抗议事件都发生。所以说，那根本就有野火燎原。没有错，现在已经几乎是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在野火燎原。好，我刚才不是讲吗？超人哥没事之后，你看现在又开始拿花哥又来了。所以这个在上海。对，上海这个拿花哥，抱歉，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拿花哥就是说，我拿了一朵花，你看，很显然他就在抗争的场合，他就拿了一朵花。我犯罪了吗？对。我犯罪了吗？我犯法了吗？对不对？你看，结果你知道，警方来了之后，结果没想到后来的警方也在把他抓走之后，你看大家都在那边说放人。当然最后呢，应该警方还是把他放出来。所以你知道，实际上现在整个状况就是这样。反正你只要抗争之后，马上就有民众就站在你的周边。而且这一张照片让我非常的惊讶，这是警车，可是没有想到一个年轻人，刚刚讲到。现在在上海乌鲁木中路的这些都是穿着非常漂亮、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的。可是他们讲说他们的眼神充满悲伤，这个年轻人，我就直接站在警车前面。没错，这个会让人家想到之前的这个坦克人，他就挡在警车前面。那没有多久，警方马上就把他抓走。所以呢，事实上他们就说。很多人抗议就说我们要勇敢一点，事实上这些人是负责在鼓励跟鼓吹所有人民众要勇敢一点。而且刚刚讲到的，
有整个79个学校已经串联了，对，所以都是年轻人用着非常聪明的方式，有组织的进行这场抗议。好，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学都有非常感人的标语开始出现，譬如说南京传媒学院，如果你不愿意走在前面，请你跟着队伍；如果你不愿意跟着队伍，请你在路边观望围观；如果你不愿意在路边围观，请你在网上呐喊；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请默默闭上你的眼，坐下来享受我们为你争取来的权利。但请不要装作视而不见，更不要冷嘲热讽，因为争取来的阳光既属于你，也属于我。好感人哦！现在有各式各样的标语，你看，包括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央美术学院，你看自由，那就这样好。自由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包括说像在很多地方把青春还给我，这是一个铜像，对，铜像上面贴满自由，对，那你看还有这个把青春还给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几年的大学生全部都在封控，那每一个死掉的都是我，对不对？那就算不是下一个也是我，所以你看这些标语都在。是自由引导人民，虽然这些标语都在中国大陆各地的这个学校里面完全看得出来，所以这一股已经那种有疑似是反抗的浪潮开始出现。所以你看，在北京大学的这个食堂前面，食堂门口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核酸要吃饭，务实不是躺平，睁眼看看世界，动态清零终是谎言，早日转向还有缓冲。动态清零是谎言，对，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你看，包括说南京传媒学院、西安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全部你看开始串联起来，现在已经有。这个是昨天还有51所，现在已经听说已经有79所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种学校开始互相的串联之后，会不会形成更大的运动？当然，在接下来几天，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后续的发展。而且我觉得，连习近平的母校北京大学都反了。对，北京大学刚刚讲有一个女学生，对，她觉得她是颤颤巍巍的，对，可是她讲，如果今天我没有站出来，对，我没有讲这句话，是，我会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没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大学，这个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其实是习近平的母校，母校里面那个紫金园这个地方，前几天就已经开始有非常多学生那边聚集，发起了这个女生，她说什么？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所以不敢发声，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我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会后悔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现在很多人原本只有一个人。就后来现在有4个人开始加入，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加入，天哪！所以现在整个这个浪潮开始慢慢的滚起来。所以清华一开始是这个小女生，对，我如果今天不发声，我会后悔一辈子。就她讲完了以后，就有4个站在她旁边拿着白纸，然后接下来就风起云涌了。对，那事实上这一次呢，我们就说是白纸革命，对，他们还有很有意思，还贴出这个宝杰，那这是一个方程式，叫弗里德曼的这个公式。那很多人就说，哦，原来是 freedom 的意思嘛。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很多，你看，甚至还有人敢在学校里面就直接提 SB 这个习近平，开始公开骂他傻逼习近平。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知识圈已经开始这个串联起来，这个力量来说话，我觉得可能是习近平前所未见的压力。他们太会写对子了吧？戏子嫖娼天下知，人间疾苦无人晓。对，那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还有非常多，我想这几天宝杰知道，刚好在这个震灾这个火灾发生的隔一天的时候，所罗门群岛发生了地震，就在第一个时间，习近平就说我对你们的损伤感到非常的非常的难过，就很多人就网上开始一路骂他。说我们新疆发生大火，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宝杰，那这之前的时候，彭丽媛跟习近平他们去泰国参加 APEC 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生日吗？然后人家这个泰国帮他办了一个生日 party 吗？帮他切蛋糕吗？就那这件事，中国大陆民众有看到，这是一个老太太，她说什么？习近平这耳都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封了老百姓啊，渔民政策来着，干什么啦？他们怎么不封起来啊？彭丽媛怎么在国外过生日啊？他自己为什么不封啊？然后就有人说你别激动，别激动，他彭丽媛为什么不封啊？你看他也知道彭丽媛在外面过生日，所以他说我希望你把我的诉求转移到习近平那边了。现在是习近平的主张，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周边人全部都同意啊，所以这样连大妈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点开始串成的这个线已经开始连接起来。如果成为一个面的时候，我相信对习近平的压力会更加巨大。好，所以正好刚才讲的，现在为什么它是似乎是一个波浪一个浪的往前，而这个浪感觉上越滚越大。怎么样越滚越大？一开始刚刚讲到的是有人在四通桥也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有很多的荒谬事件。9月18号，贵州去这个什么防疫旅馆，一下子翻车死了27个。然后呢，兰州3岁一个小孩，你要出去根本求助无门，居然死在路上。然后呢，郑州厂也出了大事，就是一连串的失误，
大家想，如果今天再不出来，再这样的封控，那下一个死的不就是我了吗？对，因为一个比一个荒唐。9月18号，贵州为什么发生悲剧？因为那时候贵州省政府直接宣布要决战社会面清零，然后他们清零方式什么？你只要确诊，可能把你移到贵州之外，这样就清零了。移到贵州之外，对，就大笔把人往到山上啊、城外啊去隔离啊等等，那我社会面就清零了嘛。反正贵州什么都山多嘛，对。结果呢，在移人的过程中就发现翻车啊。整个车才47个人，有27个死亡，20个受伤啊，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悲剧。那时候网络就已经炸过一次。后来呢，11月1号，兰州又发生什么悲剧？兰州3岁小孩他是怎么延误就医的？这个3岁小孩跟妈妈在家里洗澡，结果洗澡过程有那个2一氧化碳中毒，就我们都会嘛，以前台湾也发生过悲剧，结果1氧化碳中毒的时候，人原本还有救哦，妈妈是老公马上 CPR 救起来哦，小孩子快没呼吸了。打过去医院，你知道医院第一个问什么？为什么？小孩有没有核酸证明？你这才跟我核酸证明？对，第一个问。然后呢，他不管要把小孩抱出去，抱出去的时候，外面有铁栏杆，门又被焊，小区的委员会又不管，结果呢，足2个小时后才送到医院。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中国网友又炸锅。所以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单一事件，可中国人的怒吼，尤其是在网络上怒吼是层层叠叠，被这个所谓拉起来嘛。所以你看广州真是非常非常夸张。我给大家看画面，广州居民是沿路去拆这个栅栏跟路障，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受不了。后来呢，刚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广州也不啰嗦，不能乱了。直接看下个画面，他们军警是直接到街上去这个拉人抓人。你看，军警都出来了，对，而且是解放军跟武警全部都出来了。然后呢，他们要大部队有被人家拍到，解放军真的。大部队直接到这个海珠区，广州的海珠区，他们要干嘛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在贵州、在兰州、在郑州这种比较内陆的，或许还压得住，广州很多外国人压不住，就开始派这种大部队，大力的去把这个震乱了，把它震爆起来。另外呢，广东的佛山，你去看这佛山，他们在干嘛？他们不是要去夜店，他们不是要明星，他们是要去做核酸呐。因为忽然呢，他不知道是这个城市有错还是什么。一大堆人忽然变红码，他就说你就赶快来做核酸，你绿码你才能上班。对，就因为在这边你没有绿码，你没办法，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什么地方你没办法做捷运，你连上厕所可能都不行，所以全部都挤去做核酸。既然就发现类似于南韩这样的悲剧所以你现在刚看到的每一个画面的每一个事件，对于中国来说压力都很大，都是一个压力锅，都是一个引爆点。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北京、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天津、南京、杭州、厦门、重庆、长沙都有类似的抗议事件，就表示中国这个压力锅叫做多点爆发。好，几位刚刚讲到中国的串起，除了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外，他搞了很多的社运，他搞了很多的学运。可是在这里面，这一次最可怕的是，一开始我们今天早上听到，是51个学校的一个串联，现在已经升到了90几个了。这51个，你说你看了以后，你吓一跳，这些都是重点大学，南京传媒大学、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甚至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刚刚讲的，连清华大学都在这边。如果这些大学全部加进来了，那就是非同小可。对，因为这些大学都不是随便的大学，都不是阿萨布鲁的大学，这些大学全部都是985、211双一流的大学那特别是什么？这些未来他们以后有可能进入到政府或者进入到共产党里面当官的。那现在就是说，这些精英分子们，现在这个学生阶段都已经站出来，然后来声援，要求习近平就解除这个所谓封控。他们是国家重点栽培的学生，重点栽培，而且全部都高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学生而已所以如果他们都站出来的话，代表事态非常严重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激起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闷锅的概念的爆炸，突然间爆炸。那这个早就有迹象，因为有很多问题一直存在。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比如说现在他们网络上热搜第一名这是什么？有一个人叫张珊珊，这个张珊珊很奇怪，他在全国有注册35家的这个核酸检测公司。那这个核酸检测公司呢就很奇怪，就是说当这个地方他注册完之后，过不到1个月，这个地方就爆发大疫情，然后大家要去做检测。
然后这时候他这公司又赚钱，所以这个不管是在他山西注册的时候，比如说山西他10月注册，11月爆发，合肥9月注册，结果10月就大爆发，宁夏注册之后过几天宁夏又大爆发，所以就很奇怪，大家去调查说，希望官方给个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存在？这是发国难财还是发疫情财？那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到处都是。对，你去哪里注册哪里就大爆发，哪里大爆发就大需要大量的核酸检测。对，那核酸检测要钱吧？结果呢？你看中央撒手不管，要求地方继续处理。那些地方像上一次李强，大家不是学李强吗？学上海李强。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来讲，比如说深圳好了，他自己市政府管不了，他把他权力下放到区政府，区政府管不了，要把它下放到所谓的街道办公室。那街道办公室其实一条街就至少好几10万人以上。那这时候呢，比如说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只要1人来1，全部都封起来，然后全部来做检测，然后只要到检测到全部都阴性之后，才开始开放。所以这种做法已经让人民非常非常厌恶哦。更何况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财政支出已经爆发，这个严重爆发了，地方政府受不了了。对，因为地方政府来讲的话，今年根据前10个月的统计哦，基本上已经高达超出188%的这样的一个预算了。这个在中国各地政府一样，而且你可以看到，所有政府当中，为了防疫措施，比如说我今天为了交易措施，可能增加了1000万左右人民币，或增加2000万，结果为了防疫新冠肺炎的措施，每一个市政府基本上都增加5亿以上，有的4.5亿，有的5亿以上，在干嘛？在做核酸检测嘛。我已经没钱了，我现在这个地皮已经炒不下去了，地已经没人买了，我收入减少。我支出还暴增，是啊，那地方政府支出这暴增，然后又发生这个张珊珊这些人，那是不是刚好就把这个钱全部贿赂到一般贪婪的人的商人手上去了？所以这代表是不是我们上下交相贼，或是内部来讲的话，地方政府又跟厂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所以人民怨声载道嘛，因为你扒的是人民的皮嘛，你用的是人民的纳税钱嘛，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中国内部来讲的话，不是只有一般学生而已哦，连老百姓都受不了啊。所以现在你看上街头抗议的时候，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是我们警察大学的对口，你公啥？人民大学都跳出来啊！有一个老师哦，他告诉你说里面有中国公安大学，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说他没有像那个年轻人一样有勇气可以上街头，但是他很欣慰说，终于有年轻人上街头，所以呢，他就以警察的身份哦，告诉大家说，这个政报警察如何来对付你们。所以接下来呢，你们要做怎么准备工作？他巨细靡遗的交代很清楚哦，比如说教你怎么对付政报警察。对，他说政报警察，他讲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师，看到各地的抗议此起彼落，深感欣慰。你们是时代的勇者，我没有各位那么勇敢，但是我可以从一个专业警察的角度，告诉你们如何对抗政报警察，更安全的参加散步。然后我就把公安警察的所谓的政报形式给公布出来了。对，他说政报警察有很多政报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是最常见的模式。所以第一排的话会有所谓的前阵队，然后后面有瓦斯手，有这个领导者，后面再有所谓的逮捕队，就是说等于说人冲进去要把你包抄进来，后面会有人把你抓走的概念。所以他要求说，你这些的抗议者呢，基本上你们要摆阵列。第一个是说你们要有所谓的手拉手的情况之外，最好是戴 N95 口罩，再加上你的这个有眼镜。泳镜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滑雪的这个雪镜，这样的话就很难被辨识出来。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身上绝对要带长棍，这种长棍可能是扫把，有可能是什么其他东西，但是千万不要带菜刀，因为带菜刀的话太短了，随时被拉进去，随时被揍死。所以你要长棍呢是来戳警察用的，所以你第一阵列的话不能带长棍。第二阵列要带长棍，所以第二阵列可以保护第一阵列了，然后来做往前推进，让警察知难而退。而且他们说认为你的这个服装也必须尽量是穿黑色的，因为政报警察穿黑色的。那大家来讲的话，他是代替公权力来对付你们，那你们也要有统一性，因为抗议者他说都有正当性。因为你现在的核酸检测还有教战守则，所以你看到他教战守则讲得非常的巨细靡遗，他告诉你说的抗议者怎么来对付政报警察，然后呢，他也建议说，千万不要去喊什么习近平下台或是共产党下台，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认为政治还没有成熟，但是他也写一个弹书，如果说你们大家可以冲到中南海前面去的话，当然这也可以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尽量还是以这个减少风控、救经济啊这个为主，但是如果真的大家能量大到说可以到中南海去，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推翻习近平的话，大家也可以这么做。所以你看到连这个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都已经跳出来，然后讲这些事情，可见来讲的话，已经很多人看不惯下去了。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现在中国干嘛？我大家都在推责任。我先什么？
中央我说推给省市，省市不行我就推给市，市家觉得我们的街道委会丢给区去处理。搞了半天，我从来没有承接这么大的责任，我从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我干嘛？我所有事情我给你做到极端，做到极端以后，本来都什么时候了？风控应该要开始解开了，没有，越管越严。而我昨天讲的富士康，对，富士康就是这种层层的推诿责任。刚刚讲中央不管，中央不管就丢给了这个河南省，河南省不管就丢给了郑州市政府，就郑州市政府乱搞，所有的倒霉事。富士康都要买单，而且现在局势真的对中国来说压力非常大。第一个，你刚才提到层层的政府大家不愿意管，再来现在在换届过程呢，换届新官还没上任，所以旧的官员他也不想管，反正现在留给新官去管，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人在管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那好，那我觉得呢，接下来中国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他可能会同时面对到什么学运跟公运两个搞不好都会同时爆发，这么严重？为什么这样？我们讲富士康的消息现在越演还没有平息啊？为什么没有平息？那这一次富士康啊，付出了多大的惨痛代价？你知道？因为呢，这个河南省政府被人家骂之后，他说啊，这样啊，我们来自什么这个其他省份的，什么浙江、什么这个贵州的啦，四川的啦，还有山西的，我们都不要，我们把它送回去。他们结果昨天他们出动26架巴士，载回什么有苏州的人，所以他们就载了870个人，从郑州了一路开车夜袭到徐州去，然后徐州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丢在徐州，你知道这个江苏省政府就很生气啊，他们讲11月25号的河南市的这个所谓郑州市的这个组织大巴士载数百名富士康员工来，他还没有通知我们呢，他都没有通知我们，然后就送过来了，就怎么样？因为没有提前通知，他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个在徐州市当地的，他们都全副武装接那些人，接那些人后，因为他们就把他送到这个隔离区之后，整个徐州市因为这样，整个疫情往上升。你觉得徐州市这些民众会怎么想？你们富士康在搞什么？不是，你说我不但是上下推。我现在还左右推，对，今天郑州丢徐州，对，所以还要再丢来丢去，当地民众怎么想？所以我才说这个会越演越烈的状况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被隔离的员工很不开心，他们这边抗议啊。那抗议我就说，这个所谓的富士康这个郑州厂只是个示范，因为为什么？宝杰，那现在深圳厂也开始乱哦。深圳厂因为很多人被骗到这个啊，就是我们缺工之后，然后于是你就从这个深圳支援到这个所谓的郑州去，就郑州现在工人够了，他们就回来之后没有领到钱，他们被隔离起来，不爽，他们就说当初没有给我这些相关的费用，他们现在也开始在乱。那他们回到这个深圳之后开始抗议，他们要包围厂区，就说我们当初呢，你们要求这个所谓郑州厂离职员工可以给1万，我们也要给1万块。就那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最惨的是什么？很多工厂全部都看到，他们都说，大家都要比照办理。为什么他可以拿1万块，我们不能拿1万？因为现在中国再过1-2个月就要过年我回家可以领1万块，我为什么不要领？所以现在开始大家都要钱，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星星之火。现在开始大家已经开始不爽，开始这样比照办理。所以事实上现在就你知道，富士康回家的这些员工，他们第一个时间被人家送到医院，他们反正你现在是从富士康回来了，回到哪个省市就隔离，就出动人，然后你来，刘宝杰，你从富士康回来，我就把你抓去送医。所以现在整个你看，完全因为请你大家完全失控，根本不知道搞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你就知道完全是一团混乱的局面。所以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扇门难开。对，你讲我不要做好事，我多给你一点钱，开玩笑。这个扇门一开，对，一堆人跟你要钱。所以现在整个所以我就讲，不是只有学运，事实上公运有可能会接下来每一个工厂都串联起来跟你抗议，说，你要给我钱。对啊，那你怎么办？不换管换不均啊。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状况是相当严重。那更惨的是什么？因为现在苹果也在看你啊。因为现在所有的外界的代工厂都在看中国怎么处理，结果你现在处理成这个样子，那苹果现在已经很头痛。在这个从黑色星期五到现在为止，苹果没有办法买到任何的 Pro 跟 Pro Max 的手机，不论是在美国或是在中国，都出现大断货的这个状况。所以讲现在整个搞得这个苹果的库克非常头痛。他说，光是这个郑州厂的 iPhone 减少至少3成，而且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大家完全不知道。那你在搞了什么？富士康现在只有一直加钱，那他还加了5.6万，就是你回来之后我们给你1.3万的这个奖金啊。那另外还有什么？如果你只要正常出行超过21天的话，就可以领1万人民币的奖金。一直加嘛。宝姐，这又开了一个大
大大的这个坏的示范。对，大家都比照你这样办理，所以我才说嘛，都这一次经过富士康事件之后，对中国的工人或是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要产生。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数据是，中国前10个月外资跟台商的利润减少了7.6%。对，我就讲嘛，事实上紧接下来对中国来说压力更大是整个经济。你看整个工业利润来说的话是大幅下降的一个状况，它年减的幅度是月末年减的3%。另外一个台湾还有港澳企业来说的话，你看他们整个获利都是大幅衰退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在中国分类的41个工业项目里面，有超过一半。22类的这个利润是往下滑的，那你更不用讲，现在很多厂商都已经开始往外移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的这个情形来说，对中国实在是除了他们可能爆发的学运跟公运之外，整个中国经济也在快速的滑落之中啊。好，董事长没有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经遍地烽火了，所以非常意外，就是搞一个动态清零的，把自己的国家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折腾真的非常少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无事生非嘛。对，这个是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事情。现在搞成这样子的话，所以全世界的这个观察家都在评估，看看你中国政府用什么本事来解决这个问题。上一次6次天安门事件，坦克车来开枪，军队来开枪，这次你看你会不会开枪？他这次如果不开枪能够解决问题，那表示他在进步中。对，但问题是这个事情到底那个停损点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搞不太清楚。因为可是他原来他有个政策叫动态清零以外，另外有个共同富裕，它搭配这个事情。它的共同富裕里面呢，它有2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大众食堂，因为他这次清零了3年的结果，你知道什么结果吗？什么结果？所有的大陆的小卖店、路边摊、夜市，通通倒闭，都挂了。这不可能嘛？你怎么可能出来吃东西呢？对不对？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这个时候？难怪刚刚讲的，那个超人哥讲物价飞腾，你是直接涨了8倍、9倍、10倍这么多就是以前你可以开个小卖店嘛，你可以开个路边摊嘛，可以煮个面摊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怎么弄？清零啊，通路都没了，这根本也没有客人啊。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出来做，所以一般的在中下阶层的一些所需小的消费的一些的行业全部倒闭。对，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推出共同富裕，然后去给你搞大众食堂，大众食堂给你进到社区去。其实它有一点技术性的在替换这些小卖店。对，然后小卖店呢，它变成让这些人来共同，大家一起在这边吃饭，然后用很低的价格。对，那就会变成。这社区有一个共同食堂，对不对？这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就把原来的这个已经没有的这个服务提供回来了嘛。还有一个，大家就互相认识对方，有什么好处？互相监视。是啊，他搞一套就跟以前的人民公社一样啊，对不对？然后第外一个就是搞合作社，可是也小卖店也倒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推出供销合作社，所以就把文革那套全部拿回来了。他在文革之前的那一套的大跃进时代，他这2个措施下来的话，希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1978年到2012年，这习近平接势之前的34年中间呢，他已经是一个逐渐到达基本上完全自由开放社会。没错，先把它收回来，现在就是这个结果嘛。你收了3年，你用这个清零的理由嘛。现在你真的要开始要硬干的时候，现在开始反弹了。这个反弹它怎么处理？这是考验一个政府的能力的问题哦。你没有能力处理的话，不是说你明天把它开放就没事哦。你明天开放，你的尊严何在？你的失控怎么处理？对，而且马上进入你刚刚讲的，就是有进入2会开始啊，是对不对？所以你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我要把你自由部分回收掉。可是还有一个麻烦在哪里呢？它商业部分。它现在连 GDP 它的 GDP 是17兆美金。对，17兆美金什么概念？以前中国在毛时代是一个大家一起就是均平的社会，很好处理，对不对？只要吃得饱就好。对，还有2点没关系，你知道吧？反正中国人也几千年都吃不饱了嘛。现在可是你这个问题，他到今天来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习近平碰到什么样的结果？就变成他再回到
不是说你回到毛时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已经有的权利，对，你要把我回收回去，以及享受的待遇。所以这个时候政府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它虽然是推给地方政府，可是最终中央政府的这个权威感能不能够搞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商业部分，因为你商业部分你已经开放了，你的17兆美金全部回来了嘛，已经赚17兆。你现在把人民的自由限制的时候，你商业要不要限制？对。商业限制的话，你的17兆就不见了，没了。所以它这个都是今天的习近平的政府第3次的20大要面临到的一个重大挑战，而且还没有开始就碰到这些事情，后面都不知道怎么样善终。